今天我们2个人一起来讨论一下富人是怎么教育孩子的，总共有7件事情交给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平常做的和富人他们做的会有哪些差距，我们可以改进它。Hello， 大家好，我是建平。Hello， 我是艾拉。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富不过3代，要想教育出优秀的孩子，家长能给到的最好的东西，不是许许多多的钱，而是恰如其分的教育。那些富过3代的家庭都是建立在良好的教育上，优秀的父母不仅给孩子一个温饱的环境，还赋予他们更大的格局和更好的素质教育。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孩子更早的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更早的明白努力的意义，也更容易获得普世意义上的成功。父母的格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孩子的结局。作为普通人，可能没有富人那样的资源和财富，但我们可以借鉴和学习富人教育孩子的方法。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富人教给孩子的7件事。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大家一定要点赞和关注，你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的动力。好，我们开始。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实践中学习。在书本上学到的都是理论，我们只动用了眼睛和大脑，只能通过文字记忆，而实践需要我们身体要做协调，整个人都融入到真实的环境中，这样学得更快，记得更牢，也更容易明白事情背后的逻辑。因此富人对于孩子的教育不仅仅是坐在教室里灌输理论知识，而且更多会强调实践，让孩子在实践中学习。因为只有把书本上的知识和我们实际生活相结合，这样的学习才是最有效的。我们在学生时代所学习的一切知识，都是在为以后工作生活的实践打基础。所以学习不能仅仅止步于书本，而应当把书本里面的知识充分应用到实践中。只有不断的把知识学习、运用、提取，再学习、再应用，才能使我们在实践中、行动中不断的提高，在实践中学习，我们的认识才会更深刻具体。第2个呢是经验比成绩更重要。比起成绩富人对孩子的教育其实更注重的是他们获得的经验，因为在他们看来，经验比成绩更重要。而我们现在的学校呢，大多都是只看重学生知识的学习，还有成绩的高低。他们呢，在学校里面主要就是学一些知识，而往往忽略了经验也很重要。因此，富人呢就会给孩子报一些夏令营的活动，多带孩子出去看一看，给他们提供一些积累经验的机会。因为他们明白现在的知识其实大部分都是免费的，你自己搜索一下，比如说 B 站或者有很多的书，你完全可以学到。但是经验就是对一个人的冲击，对一个人真正的成长却是非常重要的。第3件事情，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富人都明白，好奇心是孩子探索和学习事物的根本的动力。每个孩子天生都有强烈的好奇心，所以要保护好这份好奇心的内驱力，以后孩子做事情就会事半功倍。孩子对世界的认识是从好奇开始的，强烈的好奇心会增加孩子的求知欲，对于创造性思维和想象力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孩子的好奇心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对新鲜事物的敏感，能注意到它，而且特别想去了解。第2，有探索的行为，去观察，去触碰，想知道新的东西是什么。就像孩子喜欢在大树底下看蚂蚁搬家，能一动不动地看上半个小时。第3，就是整天不停地提问，对未知的新事物想从大人身上得到解答。那么作为家长，为了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就需要注意不要轻易的否定或敷衍孩子的提问，要学会欣赏孩子傻傻的问题，用建议的方式替代直接的回答，发挥想象力作答，在保护孩子安全的前提下，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4点呢是健全的世界观。一个完整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健全的人格，培养的是健全的孩子。但是现在呢，
包括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为了考高分，然后大量的灌输了很多的知识，而忽略了我们人格的培养。虽然我们从小成绩很好，但是我们的人格却不健全。那富人呢，他们在孩子教育方面就非常注重培养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因为三观积极的孩子啊，他一辈子都会生活在一个健康的世界里，而三观扭曲的孩子啊，他都会生活在一个很阴影的世界里。有一句话不是说嘛，就是幸福的人生呢是被童年治愈，而不幸的人呢是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孩子呢从幼儿期到儿童期的发展其实是最敏感的阶段，在人生整个漫长的一个人生过程中，这2个阶段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期形成的这个认知习惯其实会影响到孩子他一生的命运。可是我们普通的很多家长父母呢，都会因为要选择挣收入、挣工资，然后来忽视了这一段时间的陪伴。可是很多富人他不会，他会选择在这段时间里投入大量的时间去陪伴他的孩子。这么说来，我们家也是富人的思维呀。确实，我们呢也是有3个孩子，也是选择自己2个人自己带3个孩子，我们没有让父母来帮忙带，因为我们也确实觉得孩子的这段时间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是父母带的话，孩子是站在父母的肩膀上去看问题，孩子他从小生活的这个氛围，他会影响到他以后很漫长的一个时间，而从小积累下来的这些他们的价值观、三观会慢慢的积累成他们未来的底气。第5件事情，培养团队合作的能力。俗话说，独木难成林，缺乏团队意识的孩子，即使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和优秀的技能，在进入社会之后如果缺乏他人帮助，不能与他人合作，也很难融入到社会当中。团队精神是一个人生活中必须具备的基本的素养，也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将直接影响到孩子未来的发展。团队精神的具体表现，比如说大局意识，善于与人沟通，能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懂得与人合作，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等等。那缺乏团队精神的人纵然具有过人的智慧、超凡的本领，也不会有大的作为。毕竟人的智慧和力量是有限的，孤军作战只会以失败告终。但是现在孩子大多缺乏团队合作的精神，因为他们在家庭里面受到家长的各种宠爱，想要什么就得到了什么，遇到了问题困难，大人也会帮忙解决。无论大小的事情，父母总是以孩子为中心，这就造成了孩子自我意识的膨胀，没有团队精神，只知道强调自己的感受而忽略别人的感受，这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但是富人他会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团队合作精神，经常带孩子参加集体活动，给孩子做好榜样，对孩子进行合理的引导，给孩子正面积极的鼓励，教孩子学会分享，多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学会欣赏别人等等，这些都是合作意识的必要条件。第6点呢，就是培养风险的管理能力。富人呢，他们非常擅长做风险的管理，知道去利用金融工具来对自己的资产进行一个对冲和风险的防范。比如说购买保险，他会花了一部分的钱，但是他预防了疾病的发生要花费大量的钱。他不是说事后发生了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我再去随便 OK， 那我就花家里的钱去治病，而是提前先买好保险，用保险公司的钱去治病。但他们会对于未来很乐观，但是呢，当下就是按照最危机的一个时期去打理，控制好他们的现金流，准备好他们的过冬，然后小心谨慎走好每一步。
富人呢，对于风险的认知是辩证性的，他们会允许风险的存在，只要这个风险是在可控范围内就行，而不像穷人呢，他会很畏惧风险。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穷人面对问题的时候，真的就是很恐惧、很害怕一件事情的发生。然后你如果跟他去提应该提前预防这件事情的话，他们会非常的抗拒，他们会觉得我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但是真的发生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慌了手脚。那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呢，富人也会从小对孩子进行风险管理教育，帮助他们分析一件事情的利弊，然后呢，让孩子自己做出选择，承担相应的后果。生活中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和风险的，你想要获得成功，就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承担相应的风险。所以要学会的是管理风险，而不是一味的逃避风险。最后第7件事情就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我们每天都从手中不同的智能设备上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有些是我们主动订阅的，有些是自动推送的。面对蜂拥而来的信息，我们怎么处理呢？照单全收还是一概拒绝？这就需要我们具有批判性的思维，用理性的方式来筛选出对我们真正有用的信息。富人从小就会有意识去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送孩子去接受西式教育，因为西式教育更注重在课堂上引导小朋友建立批判性思维，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排除非黑即白的教育，尊重孩子的多元性思维，引导孩子敢于质疑并理性批判。作为普通人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送孩子去接受西式教育，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有意识地引导孩子用批判性思维去看待和解决问题。那我们今天就讨论了总共7件事情，富人会教给孩子的7件事情。你身边的有钱人都是如何教育孩子的？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